印太地区局势正在蠢蠢欲动，印尼苗头明显，未来将会与美军定期举行军演巡逻，矛头对准中国，意欲何为？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关于大国强国的讨论一直是世界的热点话题。仔细观察这些被讨论的国家，我们会发现这些国家先天在国土面积、人口等方面都占据绝对性的优势，而除此之外，也涌现出了一些并不具备先天优势，或者是只占据其他次要优势的，试图挤进世界级大国行列的小国。日前，印度尼西亚已经冒出了非常明显的苗头。欧亚时报最新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是印度尼西亚普尔诺莫尤斯吉安托罗中心的一名国防研究员，其表示，印度尼西亚是东盟的中心，可以成为对抗中国影响力的贸易领袖，与美国进行合作是正确的步骤。如果美印尼加强合作，中国在印太的影响力将受到限制。为此，其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措施，称印度尼西亚可以邀请美国以及东盟国家在中国敏感海域周边举行联合巡逻，并且美国与印尼在特定水域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活动需要定期举行，以平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力量。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应该大力增强其国防军事实力，应完成从美国购买 FA-18大黄蜂战斗机的交易。对于美国而言，在印太地区增加自己的存在感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情。那么印度尼西亚又是为了什么？一方面，由于固有的地理位置原因，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存在一些争端；而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亚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手段来增强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印度尼西亚作为世界第一大群岛国家，领土疆域横跨太平洋，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其具备成为大国的潜力。但是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存在感一直很低。资料显示，印度尼西亚作为一个岛国，但是其海上力量极为匮乏，很多作战装备以及舰艇都是二战时期美国遗留下来的产物。相比于同等级的国家而言，印度尼西亚海军根本不值一提。而内部持久的斗争使得这个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不断下降，可以说种种原因限制了印度尼西亚的发展。虽说印度尼西亚谋求自身发展，增强国际影响力这一点出发并没有错，但是在方式上却极为错误。近些年来，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日益紧密，中国已经连续11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可以说与中国友好合作更有助于发展。但是印度尼西亚却偏偏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如果再继续下去，最终结果或许离他们的理想状态相去甚远。反差太大。印媒称，新型加热设备能让印军喝上热水，吃上热食。那我军呢？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随着寒冬渐渐深入，中印边境一线部队的对峙似乎变得雪上加霜。这不近期，印度媒体爆料，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开发出了多款能够抵御寒冬的产品。据印媒《欧亚时报》1月12号的报道称，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为考虑到中印边境冬季严寒的不断加强，于是 DRDO 便向边境部队提供新型加热设备等多种御寒产品。其中一款名叫黑米塔帕克空间加热装置，能够很快将所需物品进行加热，同时还避免了边境士兵因加热而导致一氧化碳中毒事件的发生。因此，印度陆军已经订购了42亿卢币的订单。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的博士表示，这款黑米塔帕克空间加热装置能够为印度边境陆军、印度边境警察提供非常高的温度。除此以外，DRDO 还开发了一些其他的防寒产品，例如乳膏。这种乳膏能够防止驻守在极寒地区的士兵免遭冻伤、冻疮等。不得不说，驻守在边境地区的士兵确实太苦。然而，我军在后勤保障方面显然不会落后印军。前段时间，我军在边境地区建造的恒温方舱以及无人机配送食物更是引起了多方关注。据介绍，恒温方舱采用的是光伏发电技术和节能材料组装而成。这种方舱能够在外界零下40摄氏度的条件下，依旧保持室内15度的温度，并且恒温方舱还能够为边境士兵提供24小时的热水供应。同样，我军在干饭方面也更加高端。无人机配送食物不仅能避免寒冷运输情况，同时这也让边境士兵吃上饱饭，保持士兵的战斗力。正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印度在边境地区驻扎如此多的军队，似乎就没有考虑好后勤补给问题，这也使得许多驻守在边境的印度士兵忍寒挨饿，甚至冻死。面对有着强大军事基础的中国，印度显然不是中国的对手。如今印度方面应当看清现实，避免更多的印军士兵白白为此丢掉性命，更知道对抗中国的往往都是不好的下场。时间临近，美军会展现最后的疯狂吗？伊朗主动曝光一组图，借中国敲打美军，效果如何？
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近段时间，美国的航母以及核潜艇被派往海湾地区。另外，最新消息显示，美军派出2架 B-52轰炸机从美国北达科特州的麦诺特空军基地飞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军在过去2个月内第4次采取此类行动。某种程度上，美军这么频繁的军队调配，或许是在为可能的冲突做好准备。而且随着最后时刻的临近，这种担忧也与日俱增。日前，伊朗爆出一则消息，似乎是在借中国敲打美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国的军力悬殊，从单纯的纸面数据对比上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差距。资料显示，美军目前拥有140万现役军人以及110万预备役人员，而伊朗的士兵总数只有54.5万的总兵力。在空军战机上，伊朗只有480架战斗机，而且基本都是一些老旧战机。而美军空军机队的实力不用多说，光是战斗机就超过1.3万架，而且大都性能先进。不过话说回来，伊朗也绝非毫无优势可言。伊朗的导弹实力就是应对美国威胁的一张王牌。据路透社网站最新报道称，伊朗的国家媒体曝光了伊朗革命卫队的地下军火库的几张照片。虽然只有简单的几张照片，蕴含的信息量却巨大。从照片来看，可以明显感知到伊朗地下军火库的导弹数量十分巨大。而眼尖的观察人士则发现，伊朗在地下军火库中储备的导弹主要有2种，一种可能是中国 C704 反舰导弹的伊朗国产版本，另一种有可能是中国 C802 反舰导弹的伊朗国产版本。在伊朗武器禁运协议生效前，中国在2010年就向伊朗出口了一条 C704 导弹的生产线。随后，伊朗经过自己的生产改进，研发了 C704 导弹的国产版本。该导弹最大的优点是采用多种引导头，抗干扰能力较强，而且不易被军舰的雷达发现。而 C802 导弹则是一款比 C704 更为先进的导弹，该导弹的射程达120公里，在伊朗的改进之下，这些导弹的最大射程达到了200公里。分析人士指出，波斯湾大部分水域距伊朗海岸的距离都在200公里以内，这也就意味着伊朗只需在岸边发射干面导弹，就可以覆盖大部分波斯湾水域。伊朗公开这样的导弹信息，很大程度上也是在震慑美军。即使美国的军舰再先进，面对这些导弹的饱和攻击，也无法保证全身而退。俄罗斯准备将现代级驱逐舰进行改造升级，而我国早有先例，俄罗斯会为此求助我国吗？敬请关注本期军事热点。近年来，俄罗斯海军的实力似乎有了一些下降。不仅如此，俄罗斯海军的战舰也开始老旧不堪。因此，俄罗斯方面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准备对他们的老旧军舰进行现代化升级。据媒体报道，俄罗斯海军决定准备将他们的一批现代级驱逐舰进行现代化改造。最为重要的是，这一批现代级驱逐舰配备了日制反舰导弹，因此它也被称为是航母杀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款鼎盛一时的驱逐舰逐渐开始走下坡路，因此俄罗斯不得不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以此来增加它的使用寿命。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在本世纪初期为了增强海军实力，所以向俄罗斯引进了现代级驱逐舰。虽然说在那个时候这款驱逐舰已经处于落后状态，但是它对于我国海军来说作用依然很大。然而随着我国军工业水平的不断发展，我国为了增强现代级驱逐舰的能力，对其进行了一系列改造。经过我国改造后的现代级驱逐舰，各方面性能相比以前来说有了非常大的提升。最为重要的是，我国2艘经过改造的现代级驱逐舰泰州舰和杭州舰还于日前参加了我国海军举行的一次实战化训练。由此可见，中国对现代级驱逐舰的改造非常成功。那么俄罗斯方面会向我国取经或者向我国求助吗？据分析，俄罗斯方面很有可能会求助于我国，毕竟我国海军近年来下饺子的趋势是世界有目共睹的。作为我国友好邻邦的俄罗斯，自然而然清楚我国制造军舰的实力，所以说俄罗斯很有可能会在改造升级现代级驱逐舰的这一方面向我国取经或者求助于我国。然而这只是一种分析，具体情况还要看俄罗斯方面如何考虑。但是如果俄罗斯愿意向我国求助的话，我国基本上也会欣然答应。毕竟双方经过经验交流后，能够将这款老旧的现代级驱逐舰改装得更好，并且也能够为中国和俄罗斯在共同造舰的这一方面打下牢固的基础。